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我兄弟吴强这小子，打高中开始就一根筋，认准的事儿10头牛都拉不回来，尤其是对女人，那叫一个死心塌地。想当年，他为了追校花冉冉，那可是费尽心思，情书写了一麻袋。篮球场上挥汗如雨，就为了博美人一笑，最后总算抱得美人归。我们这帮兄弟都替他高兴。谁成想，10年过去了，这小子居然打电话给我，声音颤抖得跟筛糠似的，说冉冉出轨了。出轨？你小子别逗我，冉冉不是那种人。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不信，这小子肯定是喝多了。胡说八道呢，哥，我没骗你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他和健身房那个教练强子在电话那头都快哭出来了。我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一股无名火蹭的就上来了。想当初，强子为了这女人，放弃了去京都的机会，留在这小城市打拼。结婚后，更是把她宠上了天，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她。你小子别急，慢慢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强压着怒火，这小子现在六神无主，我得先帮他稳住。强子断断续续地跟我说了事情的经过，从冉冉手机设密码，到躲着接电话，再到他亲眼撞见两人在公园车震，我听得火冒三丈。这女人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想当初，强子带他来见我们的时候，那叫一个小鸟依人，一口一个强哥，叫的那叫一个甜。现在倒好，翅膀硬了，居然敢背着强子偷汉子。哥们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10年了，我对他掏心掏肺，到头来就换来这么个结果。强子在电话那头哽咽着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压着怒火说：强子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哥们管定了，咱们不能便宜了这对狗男女。你明天来我家一趟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对策。挂了电话，我气得一拳砸在桌子上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强子是我兄弟，谁都不能欺负他。第二天一早，强子就来了，整个人像是霜打的茄子，蔫了吧唧的。我一看他这副德行就来气，骂道：你小子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不就是个女人吗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，犯得着为了这种女人作践自己？强子红着眼眶说：哥，我放不下，10年的感情啊，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？我叹了口气，这小子就是太重感情了。行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咱们先想想怎么对付这对狗男女。你放心，哥们一定帮你出这口气。我拍着他的肩膀，给他打气。强子蔫头耷脑地坐在我对面，手里夹着烟，一口一口地抽着，那落寞的背影看得我心里直犯堵。强子，别光顾着抽烟啊，说说情况。那女人现在什么情况？有没有转移财产？我递给他一瓶啤酒，这小子现在需要酒精麻醉一下。他猛地灌了一口酒，像是要把满腹的苦水都冲下去，哑着嗓子说：我昨天回去查了银行卡，就剩下一张共同账户的，其他的都不见了，网银里的钱也被转走了大半。我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娘们果然够狠，这是早有预谋啊！妈的，这女人心机够深啊，这是把你当成提款机，用完了就一脚踹开啊！我忍不住爆了粗口，这口气真是越想越憋。强子痛苦地抱住头，喃喃自语：怎么会这样？我对他那么好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看着他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我心里也不好受。强子，别自责了，这事儿不怪你，是那女人太歹毒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弄清楚她的下一步计划，还有那个小白脸的底细。咱们得先下手为强，不能让他把你的钱都卷跑了。我冷静地分析着，
现在可不是悲伤春秋的时候，得赶紧想办法。强子抬起头，眼里燃起一丝希望。哥，你说我该怎么做？我摸着下巴，心里已经有了计较。首先，你得稳住他，别让他察觉到我们已经知道了真相。其次，我得去会会那个小白脸，探探他的底细。你要去健身房，那女人也在那里，别打草惊蛇了。强子有些担心，我冷笑一声，放心吧，哥们自有办法。你忘了，我可是营销高手，对付这种小白脸，我有的是招。我心里已经有了计划，我要假扮成一个有钱的冤大头，去接近那个小白脸，套出他的话，最好能拿到他跟冉冉的证据。到时候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。强子，你这段时间就安心在家待着，配合我的行动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。咱们兄弟联手，一定能把这口气出了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。我知道这场仗不好打，但为了兄弟，我拼了。为了让计划更完美，我特意去租了辆拉风的保时捷，再从头到脚捯饬了一番，什么名牌手表、金项链，怎么俗气怎么来，活脱脱一个暴发户的形象。站在健身房那金碧辉煌的大厅里，我心里一阵暗爽。这年头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就不信拿不下这小白脸。美女，给我介绍个你们这儿最厉害的私教，钱不是问题。我冲着前台小妹抛了个自认为很迷人的微笑，那小姑娘眼睛都看直了，估计没见过我这么豪爽的顾客。先生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去叫我们王牌教练大飞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肌肉发达、长得却有点抱歉的家伙就出现在我面前，估计就是传说中的大飞了。哥，你想练什么？增肌还是减脂？我保证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大飞满脸堆笑，那殷勤的劲儿看得我只想吐。我装模作样的指了指那些器械，说：“随便看看，先体验一下，满意了再办卡。”接下来的1个小时，我有一搭没一搭的跟着大飞瞎练，主要是跟他套近乎。这家伙满脑子都是肌肉和女人，3句话不离本行，跟我吹嘘他睡过多少女学员，听得我直翻白眼。为了让他放松警惕，我出手阔绰地办了一张3万块的 VIP 年卡，还时不时地给他买点小礼物，请他吃饭喝酒。这家伙果然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，没过多久就跟我称兄道弟了。飞哥，你这身材真是没话说，肯定特招女人喜欢吧？我故意挑起话题，给他挖坑。大飞果然上钩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那是当然，兄弟，我在健身房可是出了名的妇女之友，那些富婆一个个都拜倒在我的牛仔裤下。”我强忍着恶心，继续套话：“飞哥，你这艳福不浅啊，最近有没有什么目标啊？”大飞嘿嘿一笑，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，递给我看：“哥，你看这妞怎么样？最近刚迷上我，身材那叫一个正点。”我接过手机一看，顿时火冒三丈。照片里的女人不是冉冉，还能是谁？只见她穿着暴露的衣服，摆出各种撩人的姿势，跟平时那个贤妻良母的形象判若两人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恨不得一拳打在那张猥琐的脸上，但我还是忍住了。现在还不是暴露的时候，我要拿到更多证据。这女人是谁呀？看着挺眼熟的，我故作镇定地问道。大飞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我一个学员的老婆，最近打算跟她老公离婚，然后带上她老公的钱跟我好呢。”我心里冷笑一声，好你个冉冉，真是蛇蝎心肠，不仅出轨，还想把强子的钱都卷走，跟小白脸双宿双飞。我暗自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让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。离婚？我故作惊讶地问道。
心里却乐开了花。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是啊，哥，我跟你说，这女人傻得可爱，居然相信假离婚是为了买房子。大飞一脸得意地跟我炫耀，全然不知自己已经掉进了我设的圈套里。我强忍着笑意，顺着他的话说，这年头为了房子假离婚的夫妻多了去了，你小子艳福不浅啊。这房子到手，你跟那女人还不是想干嘛就干嘛？大飞听我这么一说，更加得意忘形，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描述他和冉冉的美好未来，听得我只想吐。我一边应付着大飞，一边偷偷地用手机录音，这可是重要的证据。到时候我要让强子亲耳听到这女人是如何狠毒。从大飞口中，我得知了冉冉的全部计划。她不仅想跟强子离婚，还想把强子名下的房产、车子都占为己有，然后跟大飞远走高飞。这女人真是蛇蝎心肠啊！我心里暗骂道，同时也为强子感到不值。他掏心掏肺地对这女人，到头来却换来这样的背叛。我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强子。电话那头的他沉默了许久。强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担心地问道。哥，我没事，我早就该想到的。他这几年花钱越来越大手大脚，对我也越来越冷淡，是我自己太傻太天真了。强子的声音充满了苦涩和自嘲。强子，别灰心，现在还不是伤心的时候，咱们得想办法反击。既然他想玩阴的，那咱们就陪他玩到底。我握紧拳头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。哥，你说我该怎么做？强子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，急切地问道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说，既然他想假离婚，那咱们就将计就计。你假装同意他的要求，然后我们再找机会揭穿他的真面目。可是，如果我同意假离婚，那我的财产怎么办？强子担心地问道。放心吧，我会帮你盯着的，绝不会让他得逞。我语气坚定地说。我知道，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，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。我和强子商量好了，将计就计，陪冉冉演一出戏。这女人做梦都想不到，她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早就被我们识破了。为了让这场戏更逼真，我们还特意安排了一场离婚宴，邀请了双方的亲朋好友，当然也少不了大飞这个男主角。我看着强子强颜欢笑地给客人们敬酒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小子为了报仇真是拼了。冉冉那天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脸上洋溢着即将摆脱苦海的喜悦，看得我直犯恶心。他还特意把大飞安排在主桌，那亲密的劲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新婚夫妻呢。我坐在角落里，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一切，手里紧紧握着手机，里面是大飞和冉冉的录音，也是我们反击的利器。酒过三巡，我看到冉冉和大飞眉来眼去，忍不住冷笑一声，是时候给他们送上一份大礼了。我走到舞台中央，拿起话筒，清了清嗓子，说：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是强子和冉冉离婚的大喜日子，我作为强子的兄弟，在这里要送上最真挚的祝福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台下就响起了一片嘘声，估计都是冉冉那边的人。我装作没听见，继续说道：我知道大家都很疑惑，为什么强子和冉冉会突然离婚？其实这里面另有隐情。我的话像一颗炸弹，瞬间引爆了全场，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，想听听我接下来要说什么。我环顾四周，故意停顿了几秒钟，然后指着大飞，大声说道：这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？他就是冉冉的健身教练，也是导致他们离婚的罪魁祸首。大飞脸色一变，
猛地站起来，指着我骂道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和冉冉是清白的。”清白？那你敢不敢听听这段录音？我冷笑一声，拿出手机，点开了那段大飞和我的对话录音。录音里，大飞的声音清晰可辨，他得意洋洋地炫耀着自己如何勾引冉冉，如何计划骗取强子的财产。随着录音的播放，全场哗然，冉冉的脸色由红转白，由白转青，最后像煮熟的虾一样红透了。他猛地站起来，想要冲上台来抢我的手机，却被强子一把抓住。冉冉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强子冷冷地看着他，眼中充满了失望和愤怒。冉冉张了张嘴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知道一切都完了，他的谎言被揭穿了，他的真面目暴露无遗。录音的内容就像一颗深水炸弹，在人群中炸开了锅。原本安静的宴会厅瞬间变成了菜市场，各种指责、谩骂、议论声此起彼伏。天哪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平时装得人模人样的，没想到背地里竟然干出这种事。这女人太狠毒了，连自己老公都骗，真是蛇蝎心肠。那个小白脸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专门勾搭别人的老婆，真是社会败类。冉冉的父母原本还一脸不敢置信地坐在那里，听到周围人的议论，再看看自己女儿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顿时明白了一切。冉冉的母亲当场就哭晕了过去，冉冉的父亲则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冉冉的鼻子骂道：“你这个不孝女，我们老两口真是白养你了，你还有脸回来吗？”强子的父母也气得不轻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一心一意对待的儿媳妇，竟然会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。强子父亲指着冉冉，怒不可遏地说：“我们老吴家没有你这样的儿媳妇，你赶紧滚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们面前。”面对众人的指责和唾骂，冉冉再也承受不住，像疯了一样冲出宴会厅，消失在夜色中。大飞也被这场面吓傻了，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抱得美人归，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没想到却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他灰溜溜的想要开溜，却被我一把抓住，想跑没那么容易。我冷笑一声，把手机里的录音发到了健身房的会员群里。不到5分钟，大飞的手机就被打爆了，各种辱骂、威胁的短信像雪花一样飞来。健身房老板也知道了这件事，当即打电话来，把大飞臭骂了一顿，并宣布将他开除，永不录用。大飞这下彻底慌了，他跪在地上，抱着我的腿求饶：“哥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我厌恶地踢开他，冷冷地说：“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像你这种人渣，就应该受到惩罚。”大飞最终灰溜溜地逃离了这座城市。据说他回到了老家，再也不敢踏足健身行业半步。而强子在经历了这场风波后，终于看清了冉冉的真面目。他把冉冉的东西都打包寄了回去，然后向法院起诉离婚。最终，冉冉净身出户，一无所有。事情结束后，我那傻兄弟强子像是变了一个人，说不上来是好是坏，就是感觉他身上那股憨劲儿没了，多了几分沉稳，但也多了几分难以捉摸。我知道，10年的感情就像一把刻刀，深深地在他心里留下了印记，想要彻底抹去，谈何容易？我陪着他去办理了离婚手续，看着鲜红的离婚证，强子反而笑了，笑得有些释然，也有些苦涩。哥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傻？为了一个背叛我的女人，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。他点燃一根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像是要把所有的烦恼
都吸进肺里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兄弟，别想那么多了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人总要往前看。再说，你也不亏，至少看清了一个人的真面目，也算是及时止损了。”强子苦笑一声，说：“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是我自己太傻，太执着。现在好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我也该开始新的生活了。”我知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，心里肯定还很痛，但他已经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，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。为了让他尽快走出阴影，我拉着他去旅行，去酒吧，去认识新的朋友。强子也开始尝试着改变自己，他换了发型，买了新衣服，环抱了健身房，想要把自己变得更强大，更有魅力。我知道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挽回冉冉，而是为了取悦自己，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。有一天，强子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在楼下碰到冉冉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女人怎么又出现了？她跟你说什么了？我担心地问道。她说她后悔了，想跟我复婚。强子的语气很平静，听不出什么情绪。我冷笑一声，说：“后悔？早干嘛去了？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”我没答应他。强子淡淡地说：“哥，我已经放下了，我现在只想好好过自己的生活，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瓜葛。”听到这番话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。我知道强子是真的放下了，他终于从那段失败的感情中走了出来，找到了真正的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